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爱看剧的团子，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，拜托点赞和订阅哟！团子在这里先行拜谢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解读《恶之心的人们》第2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小勇是一个重案班的警察，从小他就有着超乎常人的共情能力，所以长大后的他面对着各种犯罪案件，往往有着出色的观察力。然而重案班的环境似乎并不适合他，大家都想着偷懒摸鱼，各种案子上都敷衍了事。就在这时，小勇的朋友老国向他投来了橄榄枝，他到底会如何抉择呢？回到本章，1999年的8月，小勇开车来到了监狱，他要探视一个编号为3585的犯人，然而对方拒绝了他的探视，小勇并没有放弃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经常来监狱中申请探视，然而收获的都是拒绝。终于在一次探视中，狱警忍不住好心提醒了他，需要点钱来打点一下，有了钱的功劳，小勇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3585号，对方正是之前那个模仿犯。他之所以拒绝探视，是觉得没有人会好心找上他，不过见到钱后他改变了想法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小勇想知道当时为什么认定男友不是犯人，对方看在钱的面子上，说出了真实原因。他们这类人一眼就能认出彼此，也就是所谓的直觉，他们身上都有种奇特的习性，这是藏不住的。而崔孕妇死亡后被脱掉衣服，这肯定就是凶手的变态习性，而男友于情于理都不会这么做。一旁的小勇被对方清晰的推理打动了，很快他就将自己的疑惑告诉给了蒲班长，蒲班长自然没有好脸色，警告他不要再在已结案的案件上多此一举。见此，小勇驱车来到袁莫书的家，对方正是上集结尾的被害人，死状和崔孕妇一样，都被人脱掉了衣服。然而现场并没有数字痕迹，进到里屋后，他身上的共情能力再次展现出来，隐隐约间能感受到袁莫书遇害时的痛苦。之后他再次找上了当地的警察，对方已经按照他的吩咐，将社区的外卖员都叫来调查了一遍，其中有小混混让他很在意，对方也喜欢戴红帽子。小勇自然没放过这条线索，然而小混混却表示红帽子是捡的，他现在已经扔掉了。在得知小混混的身高后，小勇就确定不是他了，因为之前目击者曾告诉他，红帽子的身材很娇小。而此时的真凶正在勒索一名中学生，他的帽子已经换成蓝色了。第二天，小勇再次找上了3585，和模仿犯的谈话让他受益匪浅。他意识到这次门外没有数字印记，可能是凶手越来越自信了。3585似乎很舍不得他，准确来说是舍不得他给的探视金。不久后，小勇回到了警署中，蒲班长对于他去探视非常不满，他无法理解一个刑警为何要参考犯人的看法。见小勇仍然坚持己见，怒气值飙升的蒲班长恨不得把他当成犯人抓进监狱中。然而小勇直接忽视掉了他的怒吼，无论如何他都要抓回真凶。之后小勇根据袁莫书、崔孕妇案件的相似之处，将范围缩小到2名死者家的附近。很快，小勇就带着文哥开始调查起当地的外卖员，然而大部分人态度都很恶劣，这让小勇碰了一鼻子灰。他只好再次来见模仿犯，对方很好说话，只要小勇给钱，他就继续帮小勇分析。小勇想起蒲班长的斥责，阴沉着脸就要离开。见此，模仿犯只好让步，他给了小勇一句忠告，像他们这种人尝过一次甜头就停不下来了，所以要尽快将真凶抓到，否则将会有更多人遇害。此时的警署中，一位大汉正带着名为阿强的小伙子闹事，他和妻子在睡午觉时，突然发现这个阿强竟然在撬门。在听到大汉嚷嚷阿强兜里有刀时，蒲班长让阿强将东西掏出来，阿强犹豫了下，将一把剪刀拿了出来。赶回来的小勇也见到了这一幕。之后在审讯过程中，小勇注意到阿强的头发不对劲，常年戴帽子才会一直被压成这样，这让他心中怀疑起来。之后见对方只有167公分，他更加确定了内心的猜测，正好那把剪刀上有阿强的指纹，对比一下崔孕妇家中发现的指纹，应该就会有结果了。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，小勇单独审讯起对方来。审讯时他故意感叹道， 요즘 타는 애들 보니까 삼층도 거뜬하던데? 젊어서 그런가? 기운들도 좋아. 배관 타면 쉬워요. 知道说漏嘴后，他改口称只爬过1楼的墙，将自己打造成只是小偷的样子。然而小勇的套路防不胜防，还是套出了很多有用的信息。根据小勇的指示，文哥很快就在路上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阿强的蓝帽子。之后他连忙将这个发现告诉给了小勇，然而小勇注意到帽子是个名牌。回到审讯室后，他将帽子还给了阿强，然后让阿强将偷过的住宅写下来，还要他为每个房子编号。在阿强埋头苦写的时候，
小勇装问其有没有其他帽子，阿强没有放松警惕，称自己只有这一顶帽子。小勇事先查过他的资料，发现他家中只有一个奶奶，这代表着他并没有买帽子的钱。阿强不慌不忙，称自己偷着玩的时候顺便捞了不少钱，还向小勇发誓之后再也不偷钱了。现在他只想回家，如今阿强可是有着杀人未遂的嫌疑，小勇自然没有放他离开。阿强听此态度也转变得抗拒起来，小勇并不在意，让他说出了平日里做的兼职。在听到对方是外卖员后，他心中一震，让阿强写下他说的数字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阿强的字迹和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见阿强沉默，他拿出拍下来的照片。阿强顿时变得非常不安，而小勇已经确定了心中的猜测。他拿出崔孕妇和袁默书的照片，彻底击溃了阿强的心理防线。之后他问起阿强的作案动机，阿强崩溃下说出了一段往事。从他记事起，家里除了呵斥与谩骂，就是一丝不挂的母亲被父亲殴打时发出的惨叫声。他生气父亲是个人渣，更生气母亲为什么不还手。然而长大后，他也成了一个欺软怕硬的人。那天他跟踪崔孕妇的时候，听到了敲门声，所以一时情急躲进了内屋的衣柜中。让他庆幸的是，崔孕妇的男友吵了一架就离开了。等崔孕妇孤身一人时，他立马出手害死了崔孕妇。回到现在，阿强还想挣扎一下，在离开前记得收拾了犯罪现场。小勇并没有忽悠阿强，他确实在现场发现了指纹，不过到底是不是阿强的，就等明天剪刀上指纹的结果出来了。很快来到第二天，文哥拿着检测结果高兴地交给小勇，指纹果然对上了。因为阿强还是未成年，并没有收录他的指纹，所以之前才会找不到人。这件事不久后就被报道了出来，和往常一样，无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。事到如今，男友的冤屈终于洗清了，而小勇则带着阿强来到袁默书家中进行情景再现，这次案件到底落下尾声。不过这件案子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，对恶性犯罪的关注度也水涨船高。小勇抓到罪犯后，和老国一起吃饭，之后老国问起蒲班长的近况，小勇觉得对方并没有改变，寒暄了几句后，两人分道扬镳。小勇在路上回想起模仿犯和阿强说的话，他们有个相似的特征，那就是家庭环境都非常恶劣。再联想起老国刚刚说的要对罪犯的行为展开研究，他心中不免被触动到了。很快到了将阿强送去监狱的那天，这件事不久后，媒体又报道出了男友被屈打成招的事，群众的正义感被激发出来，纷纷聚集在警署外抗议，要求负责相关案件的警察进行道歉。往小了说，这只是针对这一起案子；往大了说，就是在抗议警察强压调查的作风。不久后，大韩日报的记者找上了门，问起蒲班长男友的案子。蒲班长见此下逐客令，眼镜连忙称是来找小勇的。他听说小勇这次抓捕阿强，受到了另一个罪犯的帮助。蒲班长刚想否认，结果眼镜表示刚刚已经见过模仿犯了，这让蒲班长心中有了打算。他叫上眼镜私聊起来。很快，小勇为了破案却接受罪犯帮助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了出来，人们的目光瞬间从蒲班长的不作为转移到了小勇身上。老国得知此事后，给小勇打去电话安慰，小勇似乎并不在意，反正本来就没多少人喜欢他，与此相比，他更关心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老国和自己的同事商量起成立犯罪行动分析组的事，他准备拉小勇入伙，然而两位同事都觉得很为难。正巧俊直接到了厅长打来的电话，很快俊直就出现在了办公室。厅长对于外界质疑警察的舆论非常愤怒，责问起两人如何及时止损。俊直趁此将犯罪行动分析组的事说了出来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小勇来到男友的小摊吃饭，吃完后对方并没有收钱，他很感谢小勇能为自己洗清冤屈，抓住了真正的凶手。这句感谢给了小勇很大触动，他决定继续践行自己的正义。不久后，老国突然兴冲冲地找上了他，只要小勇答应入伙，犯罪行动分析组就可以成立。见小勇还在犹豫，老国将好处说了出来，只要进入小组，就有了和罪犯见面的正当理由，上面也可以借此将舆论压下去。老国的一番话让小勇想了很多，纠结了很久，小勇最后同意了下来。从这时起，他正式搬到了首尔警察厅。时间来到2000年，一个小女孩在花园玩耍时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边，假借着给她买冰淇淋的名义，成功将其骗到了自己家中。夜幕降临，屋里突然传来了小女孩的惨叫声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小女孩受害的案件来到了小勇手中，他和老国立马展开了调查。除此之外，新的角色也即将登场，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喜欢节目的观众们记得点赞和关注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